这是人类至今都无法破解的心灵预言术。现在桌上这边呢，有6张牌，请你任意的记住一张，任何一张都可以，但你只能记一张。记好了吗？现在我就把它收起来。接下来跟着我一起倒数3位数，开始准备。3、2、1。你会发现呢，哎，好像少了一张牌，而刚好就是你刚才记的那一张牌，是不是非常的不可思议？这是人类至今都还没有破解的空间穿越术。纸上有一个比硬币小的洞，在不破坏纸张的情况下，让硬币穿过这个缺口。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，硬币都是穿不过去的。正当你绝望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放弃。接下来我们只要把纸张上下对折，再左右对折，斜着对折，然后从中间把这张纸打开，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空间。最后我们把硬币放到这张纸的中间，硬币就可以很完美的穿出来了，而且把纸打开仍然完好无损，是不是非常的神奇？注意看，这个女人竟然可以将1米长的气球全部吞进她的嘴里，不用惊讶，我来教你如何将1米长的气球吞入嘴巴的。有个技巧，首先呢，用1根针在气球的顶端扎上几个小孔就可以表演了。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张开嘴，然后呢将气球放进嘴巴，用双手慢慢的将它挤压进去，气球里面的气会从顶端的孔流出来，造成了这个口吞气球的假象，非常有意思哦。你学会了吗？注意看，这个小伙在超市嘴巴吐出鸡蛋，旁边的伙伴都惊呆了。神奇的是，他把鸡蛋放进口袋还可以无限的变出来，其实很简单，我来教你如何从嘴巴吐出鸡蛋呢。首先准备2个鸡蛋，一个藏在手里，一个放进嘴巴，把嘴巴的吐出来，再把手里面的将嘴巴的顶进去，再把它放进口袋，其实没有放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有个手法，放进去的时候其实用虎口夹住了，再把手里的将它顶进去，用这个手法循环的去做，看起来就像无限吐出来一样。你学会了吗？在饭桌上，一个大叔手握着一个苹果，注意看，接下来他把手中的苹果用力一捏，瞬间可以消失不见，观众都看得目瞪口呆。其实原理很简单，如何将一个家里面的苹果变消失的，有一个技巧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首先用左手跟右手握住苹果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前面跟后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接下来只要双手摩擦，用力捏，瞬间它就变小，直到消失为止。这个魔术可以消失苹果、芒果、梨等等很多水果，教学就在左下角。这是人类至今都无法破解的心灵预言术。现在桌上这边呢，有6张牌，请你任意的记住一张，任何一张都可以，但你只能记一张。记好了吗？现在我就把它收起来。接下来跟着我一起倒数3位数，开始准备。3、2、1。你会发现呢，哎，好像少了一张牌，而刚好就是你刚才记的那一张牌，是不是非常的不可思议？不用说话就知道陌生人的姓氏是如何做到的。其实他们都是用到了这种算姓名的卡片，上面刻有百家姓，那么其实都采用了2进制的原理。来，我接下来用这几张卡片给大家示范一下哈。比如说对面坐了一位95岁的小姐姐，她姓朱啊，在我们不知道她姓氏的情况之下，来，那么我们只需要拿这个卡片给他看，问他有没有他的姓氏，他不需要说出来，只需要点头就可以了。如果有，那么咱们就留下来继续问他，如果上面没有他的姓氏，那么把卡片放到另外一边来，以此类推。这张有，看一下，咱们就留下来，这张没有，放到另外一边，用这种方式，用这种方法，直到问完为止。有卡片就留下，没有就放到另外一边来。重点来了，此时此刻咱们把刚刚有他姓氏的这几张卡片拿起来，然后呢咱们做一个小动作，什么动作呢？偷偷的把这几张第一位数字相加，看到没有？第一位数字是1，这个张是8，1加8等于9，这张是16，
那么9加16等于25，此时此刻咱们找到25相对应的位置就是姓朱了，看到没有？25就是姓朱，所以用这几张卡片就可以算出对方的姓氏哦，非常的好玩。你学会了吗？聪明人看一眼便知如何解开这个被红绳束缚的圆环。脑筋转不过弯的，或许3-5个小时也未必能摸索到其中的窍门。这是古时候用来测试孩童智商的一道经典谜题。按照正常的逻辑，往往会本能地尝试让圆环绕过木棒底端，来到绳子后方。可惜绳子太短，圆环根本绕不过去。玩到这里，可能有人认为走木棒顶端可以出去。如果你也这么想，那你真的是太聪明了。仔细看圆环顺着木棒向前移动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貌似结果不尽人意，不仅没取下圆环，绳子又打成了结。许多孩子到这就倍感困惑，便直接选择放弃。从古至今，听闻难倒许多聪明博学之人，而心思细腻的孩子会注意到，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卸下圆环。仔细看，千万不要眨眼。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拿起圆环，顺着木棒顶端绕到木棒下方，来到这个位置刚刚好。此时尤为重要的一步看好喽，从绳子中间的缝隙慢慢提起圆环，巧妙地运用空间错位，圆环这样就轻松地取出来了。如今的孩子只对电子产品感兴趣，导致学习成绩一落千丈。一对智慧的父母给家里孩子玩了1个月的智力解扣玩具，孩子的专注力和观察力都有很大变化。这款解扣24件套，不但能够让他们放下手机，还能够让他们在玩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，从而激发他们探索思考的兴趣，让他们的思维越玩越灵活。选对玩具，孩子受益终生。快点击左下角安排一套。10秒钟教会你这个诡异的手指幻术。注意看我的手指，其实是由2个手掌组成的。教学开始，首先用手指半握拳，左手放在右手的虎口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手长了10根手指头一样，非常的有意思哦。你确定不去试一下吗？注意看，这名男子靠2条腿竟然可以悬浮在水面上，底下还有人游泳，证明没有什么支撑物。他是如何做到的？其实原理很简单。接下来呢，我亲自用手中的这根雪茄给大家示范一遍。我把它放在手里面，我用食指靠近它，注意看，它竟然可以悬浮在手中，太神奇了。接下来我用食指离开，它还可以漂浮在空中哦。这个魔术非常的不可思议，跟朋友借来1根都能够表演。接下来我用手做一个圆圈，它还可以飞过去，上面没有什么支撑物哦。那么这个魔术呢，你还可以控制它慢慢的往上飘，最后可以飞在自己的嘴巴哦。平时跟朋友们吃饭聚餐的时候，跟朋友借来1根都可以表演。我把这个物体漂浮魔术教学整理好了，就放在左下方。据说这就是连科学都无法解释的一个神奇的反自然现象。一块方形的积木，我们先把边框拿下来，然后将积木移开一个空，接下来将旁边多出来的一块放到空里面去，只需要简单的移动一下积木。下一步，我们再次拿起桌上多出来这一块，同样的放到里边去，再次简单的移动一下积木。这波操作看起来平淡无奇，但是接下来奇迹就发生了。当我们再次的把边框套回来，大家看一下这块积木的形状和面积竟然没有任何的改变。你知道这其中的原理吗？